回来呢，我们现在讲一讲这个华工啊。华工当时呢，就主要是从广州啊，还有那个香港啊这样聘请。那最多来这里加拿大修铁路的是广东的四邑地区啊。广东西部沿海呢有几个县啊，我们叫它四邑啊，就是有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啊这四个县呢。广东人呢叫它四邑地区。这个四邑地区的人呢，因为他那个地方呢就人多地少就可耕的面积的土地的不多，所以呢很多人呢都要出外去谋生那很多人呢一般呢就去香港广州这些大城市谋生一般年轻人。那在这个地方呢，以后呢，听到这个北美洲是金山有黄金很容易发财，所以呢，在淘金年代呢，他们就大量的人呢就来到这个北美洲。那现在听说修铁路了那修铁路呢是他们说的当时请的那个叫合约劳工，太平洋铁路公司呢聘请这些中国的合约劳工呢。他也是没有一个一对一的这个合同关系，因为呢很多人都不懂英文所以呢他要经过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呢就帮他做很多这种签合同这种工作。那当然这个中间人呢也会吃点那个克扣一下人工或者是赚点钱这样赚点这个介绍费等等。所以呢，这些有很多朋友问到底这个太平洋铁路建设的过程当中呢，就死了多少中国人就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包括今天这个太平洋铁路公司呢，也没有公布一个具体的数字。据他们的解释是说呢，是这个中国人来呢，不是一个一个请的他们是一帮一帮的请一帮呢就是请一个包工头，这个包工头的手下呢有可能10来20个这个劳工他是这样一波一波来请的是这个情况。所以就没办法统计到底当时来了多少个人死了多少人有多少个是病死的，有多少个是工伤了没办法统计。所以呢一直到现在，但估计死了差不多几百上千人嘛估计是这样但是这个是估计的，具体的官方的数字是没有的。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呢是报道说一里一华工就是1英里就会死一个华工那1英里的话呢，这里主要是讲这一段就是落基山脉这一段呢是1里1华工。因为我们中国人主要参与的就是落基山脉到这个太平洋线路其实最主要的是飞沙峡谷那一段那一段是最艰险就是我们中国人修的就是从温哥华到 Kamloops 那一段是基本上都是中国人修的这一段铁路。当时的包工头，那个美国的包工头叫奥德登嘛，奥德登是承包这一段的线路。那他完成了这一段线路，他又接了另外一个合同呢，就是到最后一根钉到这个 Kamloops 这一段呢也是他修的。但是这一段呢地貌呢就相对的就平整很多这一段就容易修很多。但是最难修的那一段呢，就是从Hope 就是飞沙峡谷那一段就是 Hope 到那个Catch Creek 那一段路呢那一段是飞沙河流经的那个地方呢，是这一段是两边都是悬崖峭壁非常的艰险。所以我们听见我们今天看的那个飞沙峡谷那一段太平洋铁路的话呢，我们也会感觉得到，确实是华人呢是特别有这个冒险精神因为它的完全是一个陡峭的山坡这样修这个太平洋铁路，基本上就好像修那个栈道一样就如果你去那个长江三峡那里旅游，你会看到一些栈道就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做那个栈道。这个是华人的一段历史这里给加拿大做出的最大的贡献。现在每年的那个加拿大的这个总理的新年致辞都会提到这个
华人给加拿大所做的伟大贡献，就是这个修建这个太平洋铁路。这一段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华人来说，因为没有铁路就没有加拿大啊，没有，起码没有今天的加拿大，因为当时的加拿大是答应有铁路以后，这个 BC 省才会加入加拿大。如果你不答应有铁路的话，BC 省就不会加入加拿大，或者是独立成为一个国家，或者是加入美国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900多万平方公里的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所以呢起码没有今天这样的加拿大。但是呢，就是由于有铁路，由于要修铁路这个 BC 省就加入加拿大，而且呢，这条铁路呢也能够把我们整个国家呢紧紧的绑在一起。历史学家也认为，如果没有中国人，就没有这个条铁路了当时的麦当劳总理也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们是要选择因为有很多人反对用这个中国人来修铁路嘛，那麦当劳总理就跟他们讲他说你们 BC 省的省民，你不喜欢中国人，那你自己选择一个，你是想有中国人有铁路，还是想没有中国人没有铁路？这是一个选择题，你们只能够选一样你不能两样都要。结果呢，历史的选择就是有中国人有铁路，所以呢，我们就理所当然的就留在了加拿大是这个原因所以铁路的建设呢，你不管当年的中国人是为了挣钱为了什么目的来但是他确实的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这些是其他族裔没有的。你看看其他的族裔，他是没有这方面的历史贡献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作为每一个华人呢，应该感到自豪你住在加拿大的，你应该感到自豪，因为我们的祖先呢，确实是披荆斩棘来到这里呢修建这个太平洋铁路这一点是觉得很光荣的。这里呢，我特别是想讲一个事情曾经呢，就是我的小孩在读小学的时候呢，就曾经有一条学校里面呢，就有这个叫 social study 就社会学。那就曾经呢，就是有一条这个题目，他说呢，就是为什么会请这个中国人来加拿大这里修这个太平洋铁路？那我儿子就问我他说为什么会请中国人？加拿大为什么会请中国人来修这个太平洋铁路呢？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呢，因为中国人呢修过长城所以呢，他们是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水平有这个经验来修这个铁路所以我是这样结果我的儿子呢也是按照这个回答了。结果呢，回到学校以后呢，那个老师就改作业的时候就说他是错的那我儿子就问老师的答案应该是什么呢结果那个老师说呢，他说呢，为什么请这个中国人来修铁路呢？Because it's a cheap labor 因为呢中国人的人工便宜，所以才聘请这个中国人来修铁路。那就我儿子就不理解结果回来就跟我讲，那我说呢，你不要按照那个老师的答案来写他给你0分也没有问题你就一定要写你的答案你的答案就是因为中国人修过长城，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坚持我们这个想法。因为我跟我儿子解释因为呢，你想一想，你说这个因为中国人是cheap labor 是便宜人工，所以请中国人来修铁路。世界上便宜人工的地方很多，墨西哥人也便宜人工印度人的人工也不高非洲的黑奴呢还可以免人工等等都有为什么他不请那些人去修铁路要请我们中国人？肯定是我们中国人是有这个修铁路搞大型建筑的这种能力不管他是体力也好，不管他是思想也好知识也好，经验也好，都是肯定比其他族裔要好，所以呢才会请我们中国人来修这个太平洋铁路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作为华人呢，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想法我们不能够说所以白人是很多事情呢，他研究这个加拿大的历史呢，他是不会用中国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
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是为什么要写这个落基山史记呢？写这个落基山史记呢，就是用我们华人的角度去研究这个加拿大的历史因为我们的角度跟他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是有分歧的大家是出发点不一样。中国有这么多高铁，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人也不是光是靠便宜才能cheap labor 才能来这里我们是确实是有修铁路这种才能今天的高铁也可以证明这一点确实我们是有这种才能，所以当时加拿大这个太平洋铁路能够成功的完成确实是跟中国人是分不开的。我们就要造成一种印象，就是大家都要有一种共识中国人呢是有这个特殊能力来修铁路的，所以当时选这个中国人修铁路是加拿大最正确的一个决定，这一点呢是无可置疑的基于其他讲什么 cheap labor 那些那个都是次要的可能有原因的一部分，但是那个都是次要，主要的我们抓主要的矛盾，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中国人有这个能力因为他修了长城，已经证明了他有这个能力，这个是我的研究了。那希望呢，希望各位听众呢了解到这一点呢，也要外面也是多多的宣传跟你身边的朋友去解释或者把我这条影片呢就是转发到各个社群转发到你的朋友让大家呢造成一个共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觉得在这里生活的就更加光荣了。